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石老师啊。那么在上一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去讲了一个反转形态当中的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啊，重要的反转模式当中的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啊。那么本讲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去介绍头肩顶部模式的一个变形啊，也就是说，你在实盘交易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盘面上所看到的头肩顶部模式，它没有像教科书里面这么工整啊，它会发生很多的变体，对不对啊？很多的变体。那么如何去对待这样的一个形态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头肩顶部模式当中，我们怎么去交易它啊？用什么样的依据去交易它？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当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在完成之后，包括它的变体在完成之后，我们下方的目标位怎么去确定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啊。第一个，在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当中，它首先是去一个高度的对称啊，这个怎么去理解？各位，如果你发现当它的左肩走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左肩的一个形态去确立右肩的一个高度，形态啊，这就是高度对称，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要去看一下颈线。按道理来说，颈线一般情况下是水平的啊，但是偶尔它也有斜向上或者斜向下的啊，或者水平，它就这三种情况，对不对？在价格确认方面，右肩同左肩往往非常的相似，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高度的对称。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交易量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在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当中，交易量我们在上一讲的过程当中就给大家提到了，在右肩发生的交易量一定是远远的要缩量，要小于左肩跟头部的一个交易量啊。如果当在右肩构成的过程当中，它向上去反弹，而交易量没有去放量的情况下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头部或者说这个右肩就完成了70%到80%啊，那么最后一下就是等着它向下去穿越颈线之后的一个突破啊。所以说在图像上它会有一种非常让人满意的一个均衡啊。那么对于意义重大的头肩模式的发展来说，对称并不是关键啊，颈线有的时候可能是向上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是向下的啊，那么确立一个颈线的唯一标准是从头部到右肩回落的底部必须在左肩的水平之下一个可以察觉到的距离啊，左肩的顶部之下一个可以察觉到的距离，对不对？但是它不一定说是非要在哪里，非要在一个同一条水平线上啊，它会有三种情况，要么是向上，要么是向下，要么是水平的，对不对？但是对于一条向下的颈线来说，这个情况下是一个非常疲软的一个头肩顶部模式，我们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啊，如果向下的模式形成，价格突破颈线的时候，这种过度的疲软啊，已经有一部分价位怎么样给释放出来了，也就是说，在颈线当中它有三种，第一种是斜向上，对不对？第二个是水平，第三种是斜向下的。当你发现它的价格颈线的走势是斜向下的，那么当它突破颈线之后，你不要期望这个形态能给你带来多大的一个效果，或者能带来多大的一个空间啊，因为它之前有一部分怎么样已经释放出来了啊，所以它的反弹幅度怎么样？它的下跌幅度一定是有限的啊，那么在这三个模式当中，只有斜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颈线，它突破之后，它的威力才是非常大的啊，剩下的就是水平的，其次怎么样才是斜向下的啊，对不对啊？
事实上呢，每个肩部都有可能比另一个肩部要达到更高的水平，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它们之中的每一个或者两个都有可能接近头部的高度，但是它绝对不会超过头部的，对不对？如果否则的话，这就不是一个头肩模式了。所谓的头肩模式，就是在中间的那一次上扬的头部出现的时候它的价格的高度一定是要远远的高于什么呢？高于左肩跟右肩高于左肩跟右肩，对不对？如果说是你右肩向上反弹或左肩向上反弹，它的价格高于头部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头肩顶部模式了，对不对所以两者都有可能比头部低很多如果出现右肩的活动反常不活跃，这个肩部通常会很低但是时间上怎么样会延续的很长，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以时间换空间，或者说是以空间换时间，对不对以空间换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图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什么？各位，一个典型的头肩顶部模式一个典型的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头肩顶部模式，在左肩形成的过程当中，交易量在持续的放量交易量在持续的放量。在左肩回落的时候，它的交易量怎么样？也在回落它的交易量也在回落，但是它是低于什么？低于在它上涨的过程当中的这个交易量的，对不对？头部的时候交易量怎么样？价格创了新高，交易量怎么样？也出现了一个高点，但是交易量并没有破掉左肩的一个高点，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三种情况要么头部的交易量高于左肩的交易量，要么头部的交易量等于左肩的交易量，要么头部的交易量小于左肩的交易量，对不对？小于左肩的交易量。当价格创高点之后继续回落，最后一次在构建右肩的反弹的过程当中，你看见了没？在价格不断的出现新高，但是下方的交易量并没有出现放量，而是逐渐出现了一个什么？出现了一个缩量的过程。如果在这个地方价格向上的反弹，而下面的交易量没有出现放量，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完全怎么样？有必要把下面的这条颈线怎么样给画出来颈线给画出来。当你把这个颈线画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分为两种人群。第一种是激进的激进的可以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抛股票了，对不对那么稳健一点的你还就等什么？等这个地方确认，一旦突破颈线的话，你就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你还不要想着说是价格能不能还起来那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已经怎么样？就确认了，知道吧？已经就确认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不是做股票的，对不对？你做其他的产品，你比如说期货，对不对？你比如说是其他的这个就有双向交易的这种你完全可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去放空完全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放空只要它把止损设在哪里？设在前期高点这个上方，只要它不破这个点，你在这个点放空，把止损放在这个上方，对不对？这个形态依然有效，只要它破这个颈线位置，加仓就可以了，对不对？加仓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头肩顶部模式的一个操作思路对不对？那么同样的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在这幅图当中，我们只强调了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当价格突破的时候，看见没？当价格突破颈线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会放量，会出现一个高额的成交量，突破颈线的时候会出现高额的交易量，但是在向下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不需要的，它是不需要去放量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的向下的突破，有的人说是那没放量成不成向下的突破有的时候是不需要放量的这就是一个。接下来我们去讲第二个问题确认后的价格行为，我们常说的一个衡量定则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颈线突破之后，接下来的空间，下方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下方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怎么去衡量它
啊。向下穿越是整个形态完成的最后一步，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的突破是整个形态的最后一步，对不对啊？它有可能伴随着交易量活动的增长啊，但是通常情况下一开始不会出现啊。如果价格向下滑动，而交易量在几天内保持很小，那么通常会出现回拉啊，通常会出现回拉。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向下突破了，但是交易量非常的低迷，它不活跃，对不对？一般情况下它会出现一个向上的回拉啊，向上的回拉之后把价格再怎么样拉下来，对不对啊？再拉下来。那么当价格重新拉回到颈线的时候啊，拉回到颈线的时候，颈线在哪里？各位，颈线在这个位置，看见没？这就是颈线位置啊，这就是颈线位置。当价格重新被拉回到颈线附近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它不会怎么样穿越颈线，一般情况下它不会穿越颈线。也就是说，当这个地方被突破的时候，如果下面的交易量怎么样比较低迷啊，比较低迷，没有出现放量，那么70%-80%的情况下，它会向上怎么样去回拉。但是回拉一般会受支撑于哪里？受阻力于哪里？这个颈线的位置啊，它不会对颈线形成一个什么穿越的啊，很少会去穿越它啊。那么正常的说，这已经怎么样？是最后一口气了啊，已经是多头的最后一口气了，对不对？从这个时候起，作为常规，价格会迅速的下跌，然后这个交易量会突然的放大啊，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跳空现象。所以说当你发现出现这样的形态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模式牢牢的记住啊，在我们的平常的交易过程当中，要学会怎么样啊？要学会灵活的去运用它啊，只要你把模板啊记住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适当的在这个图形当中能把它找出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衡量定则啊。那么在穿越之后会出现一个回拉上扬啊，这个常常要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市场条件。我们给大家去讲两个啊，第一个是当它突破的时候，个股的交易量突破的那一瞬间，个股的交易量是比较低迷的，它一般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回拉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整个大的一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你比如说在股市当中，如果说是大盘跟个股同时下行，看见没？当大盘跌的时候，个股怎么样？也在跌啊，而个股刚好完成了一个头肩模式，就是把头肩模式的颈线位置给确认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什么？不会出现回拉，相反，价格会怎么样？迅速的下跌啊，下跌，在它们跌到顶部较远的地方之后，交易量的活动会随之增加啊。如果说是大盘怎么样是向上的啊？大盘怎么样是在坚挺，在慢慢的向上走啊？这是大盘，对不对？这是大盘慢慢的向上走啊，它处在一个横盘的震荡或者处在一个小牛市啊，一个慢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个股完成了一个什么？完成了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啊，当大盘在一个走牛啊，或者说是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个股完成了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啊，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出现回拉啊，这就是它的两种情况啊。我跟大家再去总结一下，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一种情况是，当它突破这个地方的时候，下方的交易量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活跃或者明显的一个放量，那么一般情况下也会出现回拉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当大盘在出现慢牛或者说是横盘震荡，当个股怎么样完成了一个头肩顶部模式之后，也会出现回拉啊，对不对？如果颈线在右肩基本完成之前就突破啊，尚未完成，也就是说颈线这个位置右肩还在构建的过程当中，它没有跟左肩达到一个高度的相似，就已经怎么样突破颈线了，那么突破之后，这个回拉的概率怎么样？就会显得大大的增强啊，这是我们在价格突破颈线的时候的三种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显得怎么样？比较弱一点啊，你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
啊。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图归纳为一个什么？归纳为一个圆弧顶啊。那么在圆弧顶的介绍，我们在下几讲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去介绍啊。下几讲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去介绍，因为它的头部啊跟两个肩部啊基本上是持平的啊，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下方的交易量啊，看这个交易量啊，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第三个啊是一个突破颈线之后的一个放量啊，突破颈线的一个时候的一个放量，放量完了之后啊，因为在右肩它构建的比较弱啊，所以等它突破的时候，它在右肩这个区域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盘整啊，发生了一个很长时间盘整。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是这个头肩顶部在它这个你看到这个头肩顶部模式，它是一个幅度比较大，对不对？也就是说它的空间拉的空间比较大的情况下，当它突破颈线的时候，在右肩附近还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盘整吗？啊，延长吗？一般情况下来说，它是不会的啊，它是不会的。像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哪里？只会发生在就大家看到的这个头肩顶部模式，它是比较模糊的，基本上可以把它归纳为一个圆弧顶的一个形状之后啊，才会出现的一个模式啊，这就是典型的什么？以时间换取空间。因为你看到这个头肩顶部模式，它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说为了完成整个的一个反转，那么它只能把时间拉长，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头肩顶部模式的一个变形啊。那么当它当头肩顶部模式突破之后啊，突破颈线之后，接下来的一个幅度啊，接下来一个空间到底有多大呢？啊，接下来一个空间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测量啊，我们把头部到颈线的位置啊，去做一个什么垂直的一个衡量啊，也就是说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样？是30个点的一个空间啊，30个点的一个空间。那么在它突破什么？在它突破颈线的这个位置向下怎么样？去数30个点啊，去数30个点。也就是说这两段距离怎么样？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把这个标成 A 啊，把这个标成 B 啊，也就是说在这幅图当中啊，A 从理论上来讲它是等于 B 的啊，它是等于 B 的。只要你把头部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颈线到头部的这样一个距离你量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下方突破颈线之后的一个潜在的距离怎么样给它量出来啊，对不对？那么测量一下这个图像，从头部到顶端垂直的啊，从颈线到顶端垂直的一个点数，然后找到右肩完成之后穿越颈线的那一点啊，向下量出相同的距离啊，由此而标出它的一个潜在的目标价位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它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大家发现没？在这幅图当中，它的左肩跟它的右肩是高度对称的。那么如果说是在右肩完成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像左肩这么高度对称啊，那么它们的一个目标价位怎么去算呢？啊，这就是头肩顶部模式当中的目标衡量的第二个啊。那么在这幅图当中啊，我们要说明的是头肩模式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对不对？我们回到最初的头肩顶部模式的一个具体细节啊，一组的具体细节，给大家去讲头肩顶部模式的时候啊，在 A 条里，我们有一个强劲的上扬，导致了价格的大幅度的上涨。如果在反转区域内形成与之前那个上扬幅度较小，那么在它之后的那个下行的幅度，事实上也会同样较小。这个怎么去理解？各位，你看，也就是说，在它右肩构成的过程当中，它的向上的上扬没有怎么样达到一个相对来说在左肩的一个顶部的高度的位置，而是在离它很远的地方怎么样结束了啊。按道理来说，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左右肩是高度对称的啊，但是这个地方它并没有出现一个高度的对称，而是右肩远远的低于什么？低于左肩的位置
啊，低于左肩的位置，右肩的反弹幅度较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它突破颈线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怎么去测量呢？一个正常的衡量定则是从头部到颈线的距离，当突破右肩的时候往下数。按道理说，如果这是 A， 这是 B 的话啊，一般情况下 A 怎么样去等于 B 的啊，等于 B 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提是两个肩部左肩跟右肩高度的对称啊，高度对称，最起码它俩怎么样会是在同一个水平位上，上下怎么样不会差别很大啊。这个差别到底大多少是大，小多少是小呢？我们要去凭我们的经验啊，要去判断，没有一个具体的衡量。如果你发现右肩的一个幅度跟左肩相对来说它差的比较远啊，那么当它突破颈线位置的时候，你就不要期望接下来这个目标位还是跟 A 一样大了，点是一样多了，那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把这个目标位怎么样标出来？我们把这一段定义为 C 啊，那么下方的目标位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 C 啊，也就是说，接下来的 B 啊，接下来 B 就等于多少？等于 C 啊，而不是 B 等于 A， 对不对？这是第二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办呢？第三种情况是，如果说是右肩的上扬，它幅度非常高，接近于头部，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往下再去数，对不对？超过这个呢，那么我们就取这一段距离啊，就是这一段距离。所以说右肩的变化非常的重要啊，对不对？因此实际上我们可以有两个起码的标的，一个是从头肩模式形成之前的那个上涨的幅度，另一个是从衡量定则推导出来的那个。如果哪一个更小，我们就用哪一个啊。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原则叫什么？叫做以大同小啊，也就是说你在长周期上得出的结论，那一定是要怎么样？要去小周期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服从什么长周期上的。但是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对目标位的看法，我们一定是先从小的往大的去看啊，这就是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啊，对不对？头部啊跨幅比较大啊，头部左肩右肩。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在这个图形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是交易量。在右肩的时候，在左肩的时候交易量放大，头部的时候交易量就明显的没有右肩的左肩的这个交易量大。那么在右肩上扬的过程当中，交易量基本上是没有放量的，对不对啊？基本上没有放量的，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什么头肩顶部模式啊，对不对啊？那么在下面这幅图当中就是完全的体现了一个什么？头肩顶部模式啊，而且这个幅度，这个颈线位置怎么样？是斜向上的，看见没啊？是斜向上的。那么在它突破之后，它的目标价位啊，你从肉眼都可以看出，远远怎么样？是超过它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条颈线怎么样？是斜向上的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说过，只有斜向上的颈线怎么样？它的突破之后，它的幅度怎么样？才会非常的大啊！这就是一个头肩顶部模式的一个变形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当中完全的怎么样？完全的进行了一个小的头肩模式，一个大的头肩模式当中套了一个什么小的头肩模式啊？这个怎么去看？首先呢，这是它的一个头部，对不对？这是左肩，这是右肩。你看突破之后，它的距离就跟它的距离怎么样？相等了啊，这是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对不对？这是颈线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头肩顶部模式啊，这就变成什么？把之前的这个小的头肩顶部模式变成了一个什么头部啊？这就是一个左肩
这就是一个右肩啊，这是一个右肩。它们的一个什么？它们的一个颈线的位置啊，一个颈线的位置高度的水平啊，高度的水平，对不对？高度的水平，在向下破位的时候出现了交易量的什么放大？出现了交易量的放大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突破之后价格直接下来了，它没有出现一个回拉的现象，对不对？没有出现一个回拉的现象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啊。作为一个头肩模式，它是有2种形态的，第一个叫头肩顶部模式，第二个叫头肩底部模式。那么我们在下一讲的过程当中呢，重点给大家去讲一下头肩底部模式的一个构造。那么本讲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